大家好，我就是吐槽烂片250解说电影人在火的老车。应该这么说，近2年古代独立女性逆袭的爽剧比比皆是，但是这种剧拍来拍去永远都是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女主无论是复仇经商还是逆袭，她必须得在关键的时候得到男主的多次助攻，她才能成功。也就是说，这类女主看似是女权意识觉醒的独立女性，但实质上她还是需要倚门傍户。说白了，啥叫倚门傍户啊？就是女主也不需要积累什么人脉和关系网啥的，只要有男主一个人助攻就够了。因为这里面最底层的逻辑是啥呢？就是光靠女主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根本就是白费，到最后你归根结底还是要找一个好男朋友或者好老公。当然老车这是话糙理不糙，不信大伙你就品品这些剧啊，真的远的咱都不用说了，从什么锦心似玉、墨雨云间、国色芳华，再到蜀锦人家，包括后来的锦绣安宁，都是这个路子。就是女主这么惨那么惨，被人坑了害了之后，突然就女权意识觉醒了，也挣脱了古代女性的固有观念，然后在男主的几次关键助攻下完成了逆袭。美其名曰是女主爽剧，但是次次都离不开男主。不信大伙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如果说你不靠男主的话，你完全可以把男主设计成一个不那么出众的人。你比如说像《白蛇传》里的许仙，还有武功丧失大半一无所有的李莲花。结果你看这类剧里的男主都是啥呢？不是有钱就是有权，再不就是足智多谋才华横溢的幕后大佬。所以你就说吧，男主的这个身份地位不就是在给女主的逆袭提供便利条件吗？当然这是有的朋友就该说了，男主不帮女主，这故事怎么往下编呢？俩人也不可能有交集呀。真的说实话，这种问题其实最好回答，因为无论男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和关系网。你说你这也不是什么青春偶像剧，也不是说目标人群就是给学生拍的，所以说要照你这么说的话，男主不帮女主，这剧就拍不下去。那咋的？现实中干销售的妹子都得指着要和你处对象的人给你拉客户啊！而且咱就算不说普通的，假如你在公司里是一个干 COO 的妹子，也就是首席运营官，负责上下游对接的，咋的？你还能指望和你处对象的人帮你梳理业务啊？真的，就算你是干 CTO 管产品研发的，你也不可能让和你处对象的人成天帮你推陈出新去吧？而且咱就不拿现实说事儿，咱就说电视剧，你像《装腔启示录》和《玫瑰的故事》里的女主，他俩的成功哪个需要男主多次助攻？而且古装里面吧，也有这种拍的比较好的剧，你比如说《九重子》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《燕回石》，剧情结构都差不多，甚至这两个剧的原著也都是重生题材的。但你看《九重子》里的女主窦昭，她需要男主多次助攻吗？包括田曦薇演的那个《田耕记》，虽然说它不是重生题材的，而是穿越剧，那人家女主连麦也是自己处理家庭矛盾，然后自己酿酒，自己煮花生。应该说这里面的男主顶多也就算是一个打下手，而且人家也是自己拓展业务联系关系的，所以说不一定非得让男主帮你，自己联络关系的话，别人也能帮你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这样你才能拍出女主逆袭的效果。但是如果你要没事就靠男主的话，那不就又回到我前面说的那个底层逻辑了吗？就是你逆袭不成功，还不如找个好男朋友和好老公。虽然说咱大伙也知道这不是剧组的本意，但是你拍出来就会给人这种意象。当然这时有的朋友就该说了，老车你扯了这么半天，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燕回石有什么关系？说实话，一定会有这种以为老车跑题了的观众，但是只要是看过燕回石的观众都知道，老车叭叭这3分钟都是说给燕回石听的。不信呢，大伙你就看看燕回石的剧情结构啊！真的，你就告诉我这剧和什么墨雨云间、国色芳华、蜀锦人家、锦绣安宁到底有啥本质上的区别？说白了，前期不都是给女主叠各种凄惨 buff， 然后在男主的多次助攻下完成逆袭的吗？反正就是明着是女权意识的觉醒，冲破世俗的枷锁，但实际上你还得找一个有权有势有能力的男友做后盾。而且这类剧里的女主呢，通常也没有什么铺垫，反正就是女主突然之间就开窍了，反正就是你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女权意识觉醒的，然后呢，你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变得宅斗经验如此丰富的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看过燕回石的原著，你可能知道这是一个重生剧，就像九重子和唯有安香来那种剧似的。但是如果你没看过原著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女主的这个人设有些莫名其妙，因为燕回石它也不是按照重生的那个剧情演的。我记得之前咱们吐槽锦绣安宁的时候，有的朋友就跟我说过，就是女主的突然开窍也不算莫名其妙，因为家里也派人去别院教她识文断字了。说实话，如果你要拿这个理由，那就太牵强了，因为教你识文断字、掌握6艺，并不代表你有足够的宅斗经验，也并不代表你有足够强的逻辑分析能力，而这些东西跟你的高情商呢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，因为这些能力都是通过社会阅历和实践挫折锻炼出来的。不信咱打一个比方，你比如说王熙凤一开始嫁到贾家的时候，她绝对不是
一个老油条。而如果你要让林黛玉嫁给贾宝玉呢，她一开始她也管不明白这个家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。可是你再反观《燕归时》里的女主庄寒燕呢，在经历了家里人都拿她当赤脚鬼，把她养在别人家之后，她在养父母家呢也常年遭受虐待，甚至她养父为了搞钱还要把她卖到窑子里，对她进行侵犯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女主失手就把她养父母给杀了。所以说在女主 buff 叠满的情况下，她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为一个宅斗经验丰富，不仅足智多谋，而且还能言善辩的一个人呢？说白了，你这玩意儿根本就不符合常识。真的，你告诉我这是一个17岁的孩子杀完俩人之后的生活状态吗？当然剧里也表了，说女主特别爱看书，咋的看书就能增加一个人的心理素质和宅斗经验呢？当然如果你要像九重子似的直接演重生也行，可是你这剧也没有那么演呢，所以这就导致女主的这个人物她就立不住。反正我是不相信一个在恐惧和虐待中长大的孩子会像女主一样转性，这玩意儿说白了，别说她是一个17岁的小姑娘了，你就算把一个成年人放到那种环境中，他也受不了。不信你看电影《甲方乙方》里头，就算不虐待你也快给你整成神经病了，更何况你还是一个没有过人际交往、为人处事的小姑娘。当然我也能理解这类编剧和导演，因为毕竟他们的水平还不够。反正咋说呢，现在国内的影视圈普遍也都这样，就是整一堆没进入过职场的人去拍职场，然后整一堆没接触过社会多层级的人去拍群像。至于古装剧那更是了，谁逮谁拍，真事儿，不信大伙你就品啊！现在市面上的古装剧离了小说改编和架空，它根本就不会拍，所以说才会涌现出一批拍《庆余年》和《九重子》这样非传统意义古装剧的人。因为你以现代人和重生人的视角去拍古装剧的话，相对来说比较好拍。当然我都不是说现在没有好的编剧和导演，而是如果人要啥都懂的话，人也不会拍这种剧。说白了，人家早就拍情感剧、正剧、伦理剧和现实题材的剧去了。不过呢，咱话又说回来，有些朋友说的吧也比较对，就是你都看这种剧了，就别那么较真了。说实话，老车这还真不是较真儿，而是你设计的那个人物必须得符合角色的生活状态。你不能说你从小被非打即骂没人管，摇身一变就成为一个大家闺秀了。就像这里面女主庄寒燕将近20年都没有回家，一回到家就手掐小妈，脚踩手足，智斗大理寺少卿，也就是咱们男主傅云熙。所以说你就看他编的这剧情设定怎么可能合理？你要说国色芳华和墨雨云间吧，虽然问题也多，但是人家这方面的角色设定起码有点影。这国色芳华呢，人家女主本来就出自商武之家，而墨雨云间里的女主呢，人家也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才女，所以说她的足智多谋和能言善辩都是有一定的依据性的。你像九重子那更是了，人家直接就继承了家里的祖产，从小人家就跟着学，生意也都是人家自己打理的。但是你反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燕回时，你再看看，你就说这里面女主庄寒燕这么能察言观色、能言善断，她到底有什么依据？而且女主从小还是在这种非打即骂、吃不饱饭的环境中长大的，难道说她仅仅就是因为她从小多看了几本书就能足智多谋、八面玲珑吗？真的，咱都不用说未成年，就是成年人给你几本成功学或者说待人处事的书，你看看让你去谈生意，你能不能谈去？真的，这玩意儿都不是说老车抬杠，你说人家别人都不这么编，就你这么编。虽然说老车今天也没咋说这剧的剧情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这剧和墨雨云间、国色芳华、锦绣安宁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，就是换汤没换药。统一格式就是啥呢？女主前期各种受苦受难，然后突然之间女主就转性开窍了，最后在男主的帮助下成功完成逆袭，大致就是这么个事儿。应该说除了女主经历的苦难不同以外，模板都是一样的，反正就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女主逆袭剧。而如果你要说到这剧的演技吧，咱先不说好不好，至少陈都灵的气质符合这剧的角色。反正这也是咱们说啊，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。我感觉陈都灵演这种相同类型的角色指定要比吴谨言要强，因为吴谨言演这种角色的时候总给人一种苦大仇深的感觉。无论是春花宴还是墨雨云间，就是一点都演不出来江南女子软弱风轻的那种无助感。而另一边你要说这剧的男主辛云来吧，就没啥可说的了。说实话，他演古装剧还不如去演半熟男女那种剧呢。应该说辛云来和九重子里的男主都犯一个毛病，那就是板着个脸然后说话硬邦邦，反正咱也不知道是放不开呀还是怎么着。不信你看人家锦绣
安宁和柳州记里的张晚意吧，说话也板着个脸，但是人家台词功底确实够用。可能近2年同类型的电视剧里表现的比较自然的，也就是《国色芳华》里的李现了。反正咋说呢，确实他演出那种吊儿郎当的性格了。当然，《燕回石》这个剧吧，还有一个不算优点的优点，就是它这里面设计的动作戏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但是这剧呢，你也不是一个主打动作的剧，所以咱也没必要单独拎出来说这个问题了。剩下的呢，这个剧综上所述，我也就能给到6分。至于什么反派降智、脸谱化的事儿，老车我都不说了。而且有些演员呢，也有点用力过猛。而且这个剧女主的身份反转的也有点晚。至于女主是什么身份，我就不和大伙剧透了，大伙自己看吧。反正如果你要是没看过这种女主逆袭的模板剧呢，看着也还行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像我这种看惯了这种剧的人呢，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。总而言之，这种剧你还是得把剧本打磨一下，然后你再拍，而不是说3、4个月直接拍完就奔着流量去了。行了，咱们今天就侃到这儿吧。我是老车，咱们下期再见。